每年到了端午节，我们吃粽子、看龙舟比赛、放年假。这个节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热闹的，是欢乐的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节日的起源是为了纪念一个选择死亡的人？他叫屈原，他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楚国的大臣，才华洋溢，深受君王信任。他有机会逃走，他有机会妥协，他有机会选择活下去，但他都没有。最后，他抱着一块石头走进了汨罗江。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为什么会走向这个结局？史学家给了很多答案：政治失败、小人陷害、君王昏庸。但今天我们不用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屈原，我们要用一个瑞士心理学家的理论来解读这场2000多年前的心理悲剧。这个心理学家叫做卡尔·荣格 （Carl Jung），他从来没有分析过屈原，他甚至不一定知道屈原是谁。但他留下的理论框架，就像一面2000多年后才被打磨出来的镜子。当我们把屈原的故事放进去对照，你会发现那个吻合程度细思极恐。一个诗人跳江，然后全国人民年年吃粽子纪念他，说起来也是挺奇怪的传承方式。在进入荣格的理论之前，我们需要先认识屈原这个人，不是教科书版本的屈原，而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根据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的记载，屈原名平，字元，是楚国的贵族出身。他博闻强势，擅长辞令，早年深得楚怀王的信任，担任左徒一职。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，这个职位让他既能直接参与国家核心决策，又负责对外的外交事务，是当时楚怀王身边最信任的核心幕僚之一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他是那种从小到大什么都比别人强，也比别人更清楚自己使命在哪里的人。他对楚国的理想不是一般的忠诚，那是一种近乎信仰级别的执着。但后来发生了什么？朝廷里的贵族集团开始排挤他，在楚怀王面前不断说他的坏话，打小报告。楚怀王逐渐疏远了他，最终将他流放。从核心决策圈到被驱逐出境，这对屈原来说不只是政治地位的丧失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他核心自我认同的全面崩塌。因为他的自我价值是完全建立在辅佐君王、振兴楚国这个使命上的。当这个使命被剥夺，他是谁？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。在流放期间，屈原写下了《离骚》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长篇抒情诗之一，也是我们今天理解屈原心理状态最重要的一手资料。在《离骚》里，他用大量的香草、美人来象征自己的品格与理想。他以弃妇自比，把自己被君王疏远的处境，用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口吻来诉说。这个细节等一下会非常重要。而就在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传来之后，西元前278年，屈原在绝望中投身汨罗江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他在死前留下的最后一首诗《怀沙》里写道：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惜。意思是，我知道死亡无可回避，但我心甘情愿。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却仍然选择走向死亡的人。荣格的理论或许是目前为止最能解释这个选择的心理学框架。现在我们进入荣格的世界。荣格是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，他曾经是弗洛伊德最器重的学生，后来因为理论分歧而分道扬镳。
发展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分析心理学体系。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，叫做集体潜意识。什么是集体潜意识？荣格认为，人类的心理不只有个人的潜意识层，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压抑记忆、被遗忘的经验，在更深的底层，还有一个所有人类共同继承的心理结构，就如同修仙小说里常讲到的血脉传承的概念。那是几万年来人类作为物种共同累积下来的心理遗产，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，但每个人生来就带着它。而在这个集体潜意识的深处，住着各种原型。原型不是具体的人，不是某个故事，而是人类心理中反复出现的基本模板。比如英雄，那个为了更高目标勇于牺牲的形象；比如智者，那个在最黑暗的时刻提供指引的存在；比如阴影，那个我们不敢承认却一直跟着我们的黑暗面。这些原型出现在全世界不同文化的神话、传说、宗教等各种故事里。它们的形式不同，但核心结构惊人的相似，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人类共同的心理底层。现在回到屈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一个2000多年前的楚国诗人，到今天还能让这么多人感到惋惜？不只是台湾、中国，即使是对中国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人，听到屈原的故事后，往往也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触动。荣格会说，那不是因为你对这段历史有情感，而是因为屈原的故事启动了你集体潜意识里的某个原型记忆。那个原型叫做被遗弃的理想主义者，一个才华洋溢、怀抱理想却被现实辜负、被他最信任的人抛弃的人。这个模板不只存在于屈原身上，它存在于每一个时代、每一种文化的故事里，它也存在于你我心里的某个角落。所以当你听到屈原的故事，感到那种说不清楚的共鸣，那不只是同情一个古人，那是你内心深处的某个原型被他的故事唤醒。换句话说，屈原戳到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个伤。理解了集体潜意识和原型之后，我们来看屈原身上最核心的原型——英雄原型。荣格和后来的神话学家乔瑟夫·坎伯 （Joseph Campbell） 都对英雄原型有深入的研究。英雄原型描述的是一个心理旅程的完整结构。第一步，出发。英雄从他熟悉的世界离开，踏上未知的旅程。第二步，试炼。英雄在旅途中面对各种考验，遭遇失败、背叛、痛苦。第三步，转化。英雄在最黑暗的时刻经历某种内在的死亡与重生。第四步，整合。英雄接受自己的完整性，包含光明面与阴暗面。第五步，回归。英雄带着智慧回到他出发的世界，完成使命。这个旅程在全世界的神话故事里反复出现。现在屈原走到了哪一步？出发。他带着满腔理想进入政治核心，是的。试炼。他遭受陷害，被疏远，被流放，是的。转化。他在流放期间写下《离骚》，把痛苦化为文学，某种程度上也是的。但第四步，整合，他失败了。什么是整合失败？整合意味着英雄能够接受自己不只是理想的化身，他也是一个有局限、有软弱、有求生欲的人。他能够把理想和现实放在同一个人格里同时承载。
但屈原做不到这一步。对他来说，接受楚国的灭亡，接受君王的昏庸，选择活下去，意味着他必须承认，我所信仰的一切都是可以被妥协的，而这对他而言等同于人格的死亡。所以他选择了肉体的死亡来保全人格的纯粹。荣格的理论告诉我们，当英雄原型走到极端，无法完成整合的时候，它会演变成另一种原型，叫做殉道者。殉道者的逻辑是，我宁可毁掉自己，也要让我所代表的理想永远纯粹。而屈原正是这个原型最完整的体现。这种宁可燃烧自己，也不愿让理想妥协一步的心理模式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像殉道者的人？或者在你人生中的某个时刻，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理想主义者最大的危险，不是外部的敌人，是他们自己建造的那座牢笼。今天我们用荣格的理论框架，完成了对屈原的第一层心理解读。我们看到了集体潜意识如何解释屈原跨越2000年的共鸣。我们看到了英雄原型如何在整合失败的终点，走向殉道者的悲剧。但荣格的理论还没有说完。下集我们要进入荣格理论最黑暗也最有力量的部分。第一个悬念，荣格有一个概念叫做阴影 shadow。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阴影，那个我们不愿承认长期压抑的自我面向。屈原的阴影是什么？他一生都在压抑什么？而那个被压抑的东西，最后又是如何反射它？第二个悬念，还记得我在第2段提到的细节吗？屈原在《离骚》里用大量的女性意象来描述自己，以弃妇自比，对君王的情感近乎爱情式的依附。每个男人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内在女性，那是他对柔软、情感、被爱与被理解的深层渴望。荣格把这个内在形象称为阿尼玛 （Anima）。当我们用这个角度重新解读屈原的诗，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心理层次。这个解读，我认为是目前为止最能解释屈原内心深层结构的视角，而且它和我们现代人的某些关系模式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。下集6月26日，我们继续。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觉得屈原是英雄，还是一个困在自己心里的囚徒？这2个答案其实并不互相排斥，但我也很好奇，你们会怎么看他？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订阅桑木心理观察站，每周5晚上8点更新。不想错过的话，可以顺手开启小铃铛。如果这集内容让你有收获，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和粉丝热推支持一下桑木。你的每一个鼓励都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桑木心理观察站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